相信有唔少人都有睇過以下呢條片段。咁呢條片出咗之後咧，喺網上面瘋傳啦，唔同嘅媒體包括網媒或者係電視新聞都有報導相關嘅事件。咁甚至媒體或者係警方係話佢係做極限運動啦，玩拍拖添。兩個人懷疑進行極限運動非虐道。而今日呢條片咧，唔係同大家評論呢個青年做嘅行為啱定係錯啦，更加唔係講佢有幾勁或者有幾威啦，而係同大家講解下一啲唔同嘅概念。到底乜嘢係極限運動呢？乜嘢係非虐道呢？影片入面佢做緊嘅算唔算係極限運動呢？如果係，又係啲乜嘢極限運動呢？咁喺今次嘅影片最後咧，我都會講解下主流媒體點樣喺今次嘅事件，利用資訊嚟到影響公眾對呢件事嘅印象啦，一啲輿論啦。咁所以今次呢條影片會比較長嘅。2023年1月8日，一名男子於社交媒體發布一段影片，名為《唐九海陸空套餐》，內容包括跳上輕鐵車頂以及爬上地盤天秤。片段一出，引起咗大眾同埋傳媒廣泛報導同埋討論。而事主喺影片發放之後嘅2日被捕。冇錯，呢個就係我哋重力攻防嘅成員唐九。收唔收到？咁喺呢度澄清翻先啦，我哋重力攻防咧係冇參與唐九海陸空套餐影片。至於唐九喺海陸空嗰條片入面，佢做緊嘅嘢係咪拍 call 呢？咁我都好肯定答大家唔係嘅。咁所以我哋接受咗香港01嘅訪問，亦都喺訪問入面澄清咗到底佢做緊呢樣嘢係咩運動啦。咁到底唐九呢條片入面佢有冇做到極限運動呢？我會話係有嘅。首先 train surfing 其實係一個極限運動嚟嘅。至於 rooftoping 咧係比較少人講佢係極限運動嘅。咁但係我覺得係啦，因為關乎到會有啲高度啊，對呢個體能係有要求啦。極限運動 extreme sports 或者叫 action sports， 亦都可以叫 adventure sports。咁極限運動泛指會涉及到一啲高風險嘅活動啦，或者係運動啦。而通常呢啲活動咧都會涉及速度、高度、比較高嘅體能消耗啦，同埋一啲特別嘅裝備。咁其實佢冇一個好實際嘅定義講乜嘢係極限運動嘅。所謂嘅極限運動咧，觀感上係令人覺得危險嘅。咁但係所謂危險，其實係一個觀感、主觀嘅感受，而係每個人唔同嘅，同時亦都係一個比較嚟。咁所以極限運動係咪真係咁危險呢？我諗呢樣要交翻俾觀眾，你哋大家去多啲思考。好，咁到底乜嘢係非虐道 Parkour？我想首先指出一樣嘢咧，就係非虐道咧唔等於跳天台嘅。Parkour係一種自我嘅修練，亦都係訓練嘅方法啦。透過觀察周邊環境嘅作用嚟做出唔同嘅動作。Définition claire de cette pratique, c'est que quand tu expliques aux gens, tu dis oui, je grimpe, je saute, j'avance. C'est ça la définition. 包括係跳躍啦、攀爬啦、跑啦、揈啦、跨越啦。咁 Parkour 就會根據練習者自己嘅意願同埋創意做出唔同嘅動作。而至於點樣玩，喺邊度玩，亦都冇嚴格嘅規範，取決於練習者自己嘅意願。但係你問 Parkour 有冇人喺天台度玩呢？係有嘅。但係 Parkour 係咪一定喺天台度玩呢？係絕對唔一定嘅。或者我哋本身重力攻防嘅訓練都唔會係喺天台度訓練嘅。咁大家可以睇到我哋之前同 JFFT 合作嘅一個影片 ，Parkour 可以係一個好安全、好貼地嘅一項運動啦。咁而 Parkour 危唔危險呢？其實我都想借機會喺呢度講呢，冇大家想象中咁危險嘅。點解呢？我哋睇數據。咁根據 Lepus Group 嘅 research 咧，佢做一個調查係關於非虐道同埋其他運動嘅受傷次數嚟做比較嘅。咁揾咗412個 Parkour 嘅訓練者，咁喺每1000個鐘頭嘅練習入面 ，Parkour 嘅受傷次數咧大約係4.1次，而足球咧就係5.26次，而籃球就係6至14次。咁到底傳統嘅運動係咪比起 Parkour 嘅危險性一定低呢？定係純粹係主觀感受上你覺得佢危險就係危險呢？但係忽略咗客觀嘅數據咧。咁呢篇嘅研究咧，我都鼓勵大家去睇嘅。咁我就會擺條 link 喺 description 嗰度嘅。
咁至於飛躍道拍 call 算唔算係一個極限運動呢？我自己就覺得可以係，可以唔係嘅，因為飛躍道本身咧並不是極限嘅。咁有個極限運動就係喺一個極端環境嗰度燙衫啦，燙衫本身唔係一件極限嘅事嚟㗎嘛。咁當一樣日常嘅事放咗喺一個極端嘅環境，或者一個相對較高風險嘅環境，咁佢就係一個極限運動。因此咧，飛躍道係咪一個極限運動咧，就取決於玩家嘅心態同玩家玩嘅地方。搞掂就咩？因為開始大風咧，呢度開始喐。好啊，等陣先，我抹一抹隻手先，好濕啊！咁到底乜嘢係 rooftoping 咧？rooftoping 咧其實係一個喺 urban exploring 底下一個次文化啦。咁乜嘢係 urban exploring 咧？可以叫 urbex 啦。咁主要嘅目的就係發掘城市相對少啲人會睇到嘅地方啦，即係譬如一啲下水道啊、一啲廢墟啊。咁而urban exploring 底下就係有一樣嘢叫 rooftoping。咁 rooftoping 點解咧？即係上一啲高嘅地方啦，多數係一啲天台啦，或者天秤啦，或者係天線啦，通常都會影相啦、拍片啦。The reason we climb towers is to take photos. 初衷是拍摄好看的照片。咁嚟到第二個概念咧，就係叫 train surfing 火車衝浪。咁就係形容一個行為喺一個行駛中嘅列車嘅外部嗰度乘搭嗰個列車啦，或者可以叫攀附喺嗰個列車嗰度啦。咁呢度有條片就係一個紀錄片，就係講一個印度嘅 train surfing 啦。嗱，咁 train surfing 咧，其實係喺大部分地方咧都係違法嘅。喺香港咧，大眾對於極限運動嘅睇法咧，相對比較負面嘅，好多人都唔支持極限運動啦，覺得會影響到人啦，或者覺得係玩命啦，或者冇諗過身邊嘅人感受啦。而呢一個思考咧，其實香港人係比較落後。點解會覺得選擇去做一樣自己中意嘅嘢係會受到負面批評咧？喺度舉個例啦，就係有項極限運動叫 Isle of Man TT 啦，電單車嘅比賽。呢項運動嘅死亡率係比起其他運動係高好多嘅，或者玩得呢項運動嘅人都知道佢玩嘅運動有相對嘅風險。點解仲係會有人會玩呢？就係所有人都熱愛嗰個運動而走去做，而走去挑戰自己咯。一個近乎必然會出現死亡事故嘅賽事，少不免會有人覺得點解仲要舉辦呢？但係如果真係因為安全嘅原因而唔再舉辦比賽，我相信最反對嘅一定係呢一班最有機會死嘅車手。因為呢一度早已經成為佢哋嘅生命，佢哋嘅意義。如果唔俾佢哋喺度比賽嘅話，就等於奪去咗佢哋嘅生命。咁喺今次嘅事件入面咧，傳媒可能唔理解唐九條片入面佢做緊嘅運動係啲咩嘅，即係可能佢哋唔知道本身有 rooftoping 或者 train surfing 呢兩個概念嘅存在啦。咁亦都有可能覺得本身唐九係一個玩開拍 call 嘅人，咁好順理成章地就覺得佢影片入面做嘅嘢就已經係拍 call 啦。亦都見到有篇報道就係話佢單手吊住個天秤，咁樣都係叫拍 call 啦。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呢個亦都唔係拍 call 啦。甚至有啲傳媒亦都訪問咗已經唔再喺拍 call 圈活躍，亦都唔能夠代表到拍 call 嘅組織。咁所以亦都係揾錯一個訪問嘅對象嚟到回應相關嘅事件啦。咁喺呢度見到呢，有時候主流媒體喺資訊方面呢係會處理不慎嘅。咁的確，傳媒同埋大眾係需要一啲標籤嚟到方便大眾去討論同埋反思嘅。但係如果利用一啲錯誤嘅標籤誤導大眾，引起輿論，就會令到大眾對於某啲標籤產生負面印象。例如今次嘅事件就會令人覺得飛躍道係一項危險嘅運動啦，做嘅時候有機會觸犯法例，咁令到呢個運動嘅聲譽受損嘅。再加上現今嘅媒體風氣已經變成娛樂優先。所謂嘅新聞價值咧，已經變成一啲炒作嘅價值。坦白講，今次唐九呢條片咧，比起一啲斬人案啊、盜竊案啊或者偷車案呢啲治安嘅問題，嗰個嚴重性同埋公共性其實相對係低好多嘅。即係咪有需要大肆報導、搞記者招待會、搞咁大壇嘢？而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真假難分，新聞報導亦都可能不盡不實。而我哋接收呢啲資訊嘅時候，只能夠保持一個獨立批判嘅思考去認真審視。咁大家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就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啦。我都係極少做呢啲影片啊。咁同埋呢條影片之後呢，我有機會再訪問呢個唐九啦。咁等呢個司法程序完咗之後呢，就會
就會請佢嚟咩㗎啦，就會再講啦。都唔好出聲嘅。記得你同我哋割咗隻㗎啦，將隻咧收嗲啦，再嚟講。